在多肉植物的养护过程中，叶插可说是一门必修课，更是多肉植物一盆变多盆的关键。不过，由于多肉品种的不同，其叶插成功率也有所不同，因此要想叶插成功，选对品种很重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养花的频道。老王喜欢园艺，喜欢多肉，并乐于分享成功或失败的经验。如果你喜欢老王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。之前曾经介绍过多肉叶插只生根不发芽的内容，今天来介绍一下适合叶插的品种、不适合叶插的品种以及各种品种的繁殖方法。一、适合叶插的品种。一、奥普林纳。奥普林纳叶插出芽率接近100%，出芽速度很快，叶插后出芽时间差不多在2周内。其次，叶插过程中化水率比较低，如果发现一半母叶化水，只要及时摘掉母叶，小苗还是可以继续存活的。奥普林纳叶插出芽后，差不多约1/3双头，其他的是单头，多头的可能性一般很小。最后，它的好处是几乎同时出根出芽，因为母叶一般较大，所以奥普林纳叶插时小苗生长速度快。二、艾伦。艾伦的出芽率也是接近100%，而且出芽速度也是大概2周就可以。但是艾伦出芽以单头为主，双头很少有。因为艾伦的母叶坚韧度高，所以艾伦叶插后，叶片只发根不出芽的情况几乎不存在。总结来看，风车草属与后叶草属的叶插表现好于拟石莲属。三、桃蛋。萌宠的桃蛋出芽率也会有99%，而且2周内就能看到生根发芽。不仅如此，出芽后多头的概率高，因为母叶坚韧度比较低，容易出现化水。叶插之后需要注意环境通风。此外，一定要控制浇水，如果是浇水狂，叶插的叶片很容易集体阵亡。四、芙蓉雪莲。芙蓉雪莲的出芽率也高于90%。出芽速度也是比较快的，最快的1周多，最慢的2周也能出芽了。但是出芽单头居多，因为其母叶坚韧度中等，所以叶插后有时先出芽，有时先出根，不过一般先出芽的情况多一些。它的缺点是出芽后小苗长得比较慢。五、汤姆曼化。出芽率100%的汤姆曼化的缺点是小苗成长过程中一不小心就挂掉了。出芽也是2周内就差不多，以单头居多。汤姆曼化的母叶坚韧度比较低，但是因为母叶太小，所以没妈妈的孩子长大过程总是很曲折，一定要多花时间照顾。二、不适合叶插的品种。一、叶片与茎干接触点宽且薄的多肉不适合叶插，如莲花掌属的法式系列、山地玫瑰系列，以及茄蓝菜属的部分薄叶多肉，如糖印等，还有拟石莲花属的广寒宫以及晚霞，长生草属的蛛丝卷卷、观音莲等，再有仙女杯属和12卷属的绝大多数多肉，它们的叶片与茎干的接触点比较宽且比较薄，生长点非常小，离开了母株过不了多久就枯萎了，根本没有生根发芽的时间，有时偶尔能生根，但是也不会继续发芽，所以它们都不适合叶插。二、叶片不容易完全剥离的多肉也不适合叶插，比如景天科青索龙属的大部分多肉品种，基本都比较奇葩，很难有统一的辨识度，感觉凡是杂七杂八的多肉都归到青索龙属了。不过它们有一个统一的特点，就是叶子很难摘，有的甚至叶子和茎干都分不出来，想要把叶子弄下来，只能用撕的方法，这样的叶子根本就没有生长点，更别提叶插了。此外，番杏科多肉如生石花系列、碧光环、灯泡等，根本分辨不出哪是茎哪是叶，同样无法叶插。三、具有纤细叶柄的多肉同样不适合，像银锦波属的多肉，如各种福娘以及熊童子，它们都有一个纤细的叶柄来连接叶子和茎干，我们把叶子摘下来也是很难找到生长点的，它们也不适合叶插，有的时候即使叶插生了根也很难长芽。由此看来，多肉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生长点，如果没有生长点的话，
即便是桃蛋这样的夜叉标兵也是无法生根发芽的。所以对于可以夜叉的多肉，我们要注意，一定要保证它的生长点完好，最好是在长时间控水之后，轻轻多扭几下，叶片就完好无损地取下来了。3. 不适合夜叉品种的繁殖方法。像青锁龙属、法师系列以及广寒宫、晚霞等，最常用的方法是砍头扦插，这样不但可以让它们的母株爆出更多侧芽，砍头苗扦插之后，也可以快速成为全新的植株。像长生草属的大部分多肉，以及山地玫瑰、唐印、仙女杯等容易抱小崽的多肉品种，可以用分株法或侧芽扦插法来繁殖。雄童子、各种福娘可以直接截枝扦插繁殖，一般只要稍稍带点侧枝，它们就会很快生根。番杏科的大部分多肉主要用播种法繁殖。12卷属的多肉除了可以砍头、分株、播种之外，还可以尝试一下根插繁殖。以上就是老王对夜叉的一点理解，涵盖的并不十分完整，也不是特别准确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。如果您在多肉植物养护方面有什么独到的经验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老王的内容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本期视频的陪伴，感谢粉丝对老王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